你是不是有一种感觉，就是你学过一个中文语法，但是说的时候你想不到，或者你想这个是新的语法点，我要试着用一下，可是你说的时候就是会说错。那你不是一个人，因为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感觉。我有过很多学生，他们很多人会跟我说这样的话。那今天这个视频，我们说一说为什么你有这种感觉，你可以做什么，你可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。在开始以前呢，我要提醒你，这个视频呢是一个中文视频，你可以打开字幕，YouTube 字幕，我们的视频有3种字幕，你可以选择最适合你的字幕。如果你不认识我，我可以说一说我是谁。我叫张志飞，我是一名中文学习教练，我教中文10年了。我自己非常喜欢语言学习的科学，还有学习语言的时候，我们的大脑是怎么工作的，怎么样学习最有效，怎么样学习对我们最好。我在教学生的时候，我不是教他们很简单的这个是中文的词汇或者语法。我非常喜欢让学生知道可以怎么学习，怎么用最好的方法。我希望我可以帮助一个学生成为更好的学生，那他可以用好的方法学习很多东西。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学习语法，或者你有很多跟语法有关的问题，那我想要说的第一件事情是，你要知道什么是问题，什么东西它不是问题，它是一个常态。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呢？我跟你说几个例子。比如有一个人，他是初级水平，他没有学中文很久，但是他很担心自己的声调。他想，我怎么可以像中国人一样说话？他在想我听起来像一个小孩子，说的是很简单的东西，然后我的声调不太好。这个是一个问题吗？这个不是一个问题。如果你的中文水平是初级，这是一个常态。比如说声调，声调如果你想要说得好，你需要听很多很多中文，你也要听你自己说的，然后慢慢的练你的耳朵，你可以慢慢的听出来一些很小很小的区别。所以如果你是初级的学生，你担心声调，这个不是你应该担心的。或者如果你想要担心自己说的很简单，你想要说长的句子，复杂的东西，这个也不是你应该担心的。你可以问自己，你可以说很简单的东西吗？你可以说很多很简单的东西吗？如果你不能说好很简单的东西，那你就想说我要说的跟中国人一样，长的句子，复杂的东西，那可能那个不是你应该担心的问题。就像一个几个月的小孩子，那这个小孩子可能只会爬，他不会走路。如果这个小孩子想我不会走路，我不会跑步，我不会跳舞，这个是一个问题吗？这个不是，因为做一件事情，我们有很多步，所以你要想想，你现在的第一步是什么？现在对你来说，你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？
所以如果你说很简单的东西还没有说得太好，那你不需要担心怎么用很复杂的语法，你真的不需要。如果你可以用简单的中文说一件事情，然后说得很好，那已经很棒了。还有，你在说简单的中文的时候，你会说错吗？或者你不太确定怎么说吗？如果是这个情况，那你也不需要担心，我要更多的语法，我需要知道长的句子，很多有用的中国人说的话。因为你现在最重要的是把简单的东西说对，这个是你的中文基础。如果你的中文基础很好，你在这个基础上去学习更多，这个长期来说对你更有帮助。所以这个是我说的第一件事情，你先要知道，对你来说什么是问题，什么不是问题。中文学习有很多步，你的第一步是什么？你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？这个你需要很清楚。第二个你需要知道的东西呢，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趣。这个我相信可以给你一些帮助。这个叫自然顺序假设，它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是你是一个学中文的人，对不对？你是一个学生，你不会按照老师教你的习得，可能你会想，老师教我什么啊？我学习什么？我学会什么？不是的，因为你在学习中文的时候，你有一个自然的顺序，所以如果现在你还没有准备好，你的老师教你很多复杂的语法，看起来很有用，但是你还是学不会。这个呢，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个实验，是一个德国的语言学家做的实验。这个语言学家叫 Moritz Lawrence， 他的实验是跟语法学习、语法习得有关的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学过语法，我自己学了一点点语法。那德语的语法呢是比较多的，对于我一个中国人来说呢，那比较多，比较复杂，有变位，然后有 dative， 还有冠词。总之，德语有比较多的语法的东西。所以这个语言学家呢，他找了100个学习德语的人来做这个实验，然后他观察，他们是怎么习得语法的，不是他们怎么学习，是他们怎样可以开始用，怎么可以让这个语法点变得自然。他的结论就非常有意思，他就发现，如果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语法点呢，你去学习德语的时候，很快可以明白，而且你很快可以开始用。但是如果你教学习德语的学生一些复杂的语法结构，这些学生可能听得懂，但是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开始用，才能习得。他发现就是学生有很多步，第一步、第二步、第三步、第四步。如果学生会了第一步，那然后他要学习的是第二个，就是比较简单，但是比第一个难一点的东西。如果你教他第4步、第5步更难或者高级的东西，这个学生还是不能够用这些复杂的语法。就是虽然老师可以教你，
或者你听得懂，你上了这个课，但是不一定你可以用，你还是需要一步一步的学习。第三个结论呢，就是在教一个语言的时候呢，你要去听很多可理解性输入，意思是你可以听得懂的这个语言的东西。中文你就去听很多你可以听得懂的中文，你听得多了，你听到一个语法1次、2次、3次、10次，你就慢慢的觉得，哦，这个很自然，这个我懂了，诶，这个我想要用一下。所以并不是说你需要非常的强调，这个是语法规则，这个语法是怎么样的，这个不太能够帮助你真的可以去用这个语法。你需要做的就是多听你能听懂的中文。就像现在你在看这个视频，我用比较简单的中文来跟你说一个你感兴趣的东西，那这个很好，这个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。那说到中文，我可以跟你们说一说我的经验。我教过比较多学生，应该有几百个学生。我也在 YouTube 和 Instagram 上做了很多视频，认识了很多学生。有很多学生会问我，哎呀，这个把，中文的把怎么这么难？我好像知道，好像不知道，或者哦，我知道把，但是我怎么用啊？学生有很多这样的问题，所以如果你要学习中文语法，你要学习最简单的东西，最基础的东西。我们一开始学习的时候，可能你在学习我明天去中国，可能在英语里是我去中国明天，对不对？你要开始习惯，在中文我要先说时间啊，我明天去中国，或者明天我去中国，很简单的东西，很基础的东西，慢慢的你会自然的这样说话。然后你学习，我吃了苹果，我吃了苹果，哦，有一个了，哦，好好好，你练习的比较多，你听的比较多，慢慢的你也觉得，哦，这个很自然，中文是这样的，我可以说。然后呢，你在学习很多很多中文，你听很多很多中文之后，你才可以会用把，因为把这个语法呢，在中文的语法习得顺序是比较后面，是一个比较难的。如果你还不会，然后可能你是中级的学生啊，这个非常正常，所以不要担心 ，OK，不要想中国人会说，我一定要说。如果你可以说我吃了苹果，那你不需要担心你可不可以说我把苹果吃了，别人可以听得懂你的意思。你需要做的就是，OK，我知道这个语法点很好，我慢慢的去多听，我听到一个人说把，诶，他说了把，这个是什么情况啊？这个是什么语境啊？哦，你想一想，哦，我知道了，不要想太多，继续听，听更多更多，慢慢的你会想说，我把苹果吃了，那个时候就是对的时间。在学习一个语言的时候，有一个很重要的词，叫做语感，是你对一个语言的感觉，就是你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的，可是你感觉这个是对的。这个在你学习中文的时候会很有用。那
语感呢，一般是因为你听的很多了，你去感觉这个语言，不是说你学了语法，而是你听了很多，你去感觉、感受这个语言，你慢慢的会有语感，就是我感觉可以这样说，我感觉这样很舒服。如果你用英语的方式说，可能你还会觉得，哎呀，好奇怪啊，中文应该不是这样的。如果你有语感，那你说中文的时候就很容易、很轻松、很舒服。所以语感很重要。如果你对怎么建立语感有兴趣，我也可以做另一个视频给你们看，请你们留言告诉我。还有最后一点我要说一说的就是 HSK 的语法点。你们很多人都知道这个考试，这个考试是一个比较过时的一个系统，也就是几十年前的一些老师或者语言学家，他们想，我要知道你怎么考你的中文。我想了一下，如果你的水平不够好，你应该知道这个，然后你应该知道那个。它一直没有被更新，所以它有很多的漏洞和我觉得不太完善、不够好的地方。比如很多语法点，怎么说呢？你知道很多语法点，但是你会用吗？比如说很多词，他说的一些词可能是几十年前大家用的词，可是现在也已经没有人在用了。我不要说太多，如果你们想知道我的意见，我可以做另外一个视频来给你们讲讲我对 HSK 的感觉。今天说的是两个东西，一个是你要知道什么是问题，什么不是问题。如果这个问题不是你的问题，那你不需要担心。第二个呢，我们去习得语法的时候是有一个自然的顺序的。即使你现在学习很难的语法，也不是说你可以用 ，OK？ 所以呢，是一步一步一步的多听，然后有一个好的中文基础。好，如果大家有什么关于语法的问题呢，请你们留言告诉我，我可以看看下一次的视频可以跟大家说一说。那我之前告诉你，我喜欢教大家怎么学习中文。如果你想要知道我教学生用什么方法，我有免费的学习资料给你们，你去看一下这个视频的说明。好，下次见。你想要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吗？如果你觉得我说的有道理，你想要知道更多的、更好的语言学习方法，欢迎你跟我一起学习。在这个视频的说明里，你可以找到免费的中文学习材料。在小瓜 Chinese， 我们帮助学生用最有效的、最快、最好的方法习得中文。我们让学生说一口流利的中文。